最后，他不得已拿起了昆吾刀，成为了万灵畏惧的领主，走上了那条与他父亲一样的路。自从思慕成为领主以后，应该说是他父母离开以后，他整个人都变了，变得连我也觉得陌生。他不再是以前的那个他，为了能让自己时刻警觉，不仅是身体和血肉，他让自己的心也变得无比的冷酷。这400年来，思慕为人间和灵界做了太多，但没人能真的接近他，了解他，为他做些什么。应该说，他不需要，也不奢求我们能为他付出些什么。毕竟，如此之强的他，
我们能为他做的本来就少之又少。原来如此，他早就认定了他的命运，出生便死，长存不衰。他所爱皆短暂如烟，唯有深渊与他同生。怎么，小郎君怕了吗？思慕是个很倔的姑娘，她从她爹娘那里继承了一身采不碎的傲骨脊梁，心存热血，以温释道。我非常喜欢这样的她。邹成，我是不是第一个熄灭心烛，还能从九宫迷域中走出来的人？你是第一个出来的人，但是第一个出来的灵是思慕。当年归墟最强的2个幽灵，思慕和内卫，在九宫迷域大打出手，他们的星烛都被灭了，唯独思慕3天之后走了出来，重燃了星烛，可谓是奇迹。不愧是思慕。无欲则刚，幽灵因执念而深陷桎梏，故而无法挣脱九宫迷域的幻境。但思慕不同，他不是因执念而成幽灵，他是由爱而出生的。时间还早，左成，再给我讲讲。好啊，只要你想听，我给你讲个3天3夜都不带重样的。思慕，我听说你好多事情，没想到你还会……既然你已经下床了，那随本尊去一个地方吧。好啊，去什么地方？随本尊去便是。思慕，这里是400年来，我曾有过22个爱人，这是他们的墓。他们大多都不知道我的真实身份。我与他们相处的时间，断断续续不过也才20多年。这是我爹灰飞烟灭之前，我曾喜欢的第一个凡人。当时，我们游历到哪儿，他便跟到哪儿。他叫不记得了。我曾经也很喜欢他，但是现在我却连他的名字都喊不出。段雪，我就是如此。我的生命以千百年为计，时间会消磨掉一切。总有一天我会连你的名字都不记得，更别提你身后那些波澜壮阔的过去，以及我们俩之间的回忆了。你又能陪我多久呢？到最后，你也不过是我千百年生命里微小的一个涟漪罢了。即便如此，你也甘心吗？你好像非常认真的在喜欢我，所以我也很认真的拒绝你。段小狐狸，你有你的梦想，以前20年过得太苦了，以后你应该活得幸福一点才是。你会遇到你更喜欢的姑娘，结婚生子，有美满的家庭和可以依靠的亲人。我知道你现在或许会难过，但是不消几个月便会释然。我们段小将军，少年才俊，天下哪个佳人娶不得？等你回到人世，若有灾有难或者需要帮助的地方，你
你别呼唤我的名字，我便会去找你。当然，我也不会白帮你的。你还是要与我交易无感。你让我看到这归墟的世界，也只是因为交易。不是，是答谢。你让我感觉到这人世间比我意料之中的还要好，所以这是给你的答谢。你亲自去9宫迷救我，在我陷入昏迷的这段时间，你一直待在我身边。每当我唤你，你都会握住我的手。不必答谢，我把你带入了归墟，这都是我应该做的。我亲吻你，拥抱你，你从不曾真的惩罚我。你明知道很多事情我可以自己做，但每次我请求你，你都会心软。你确实比较会撒娇耍赖。你不要避重就轻。避什么重就什么轻了。你真的对我没有一点喜欢？你不在我考虑的范畴内，毕竟用不了多久，我会把你的名字都忘了。想哭就哭吧，不过别在我面前哭。你是我唯一的节奏人，我希望你所有的愿望都能得偿。可我是你实现不了的心愿，把我从你的愿望里去掉吧。细泉生一意，也化悲命运。他害怕雷声，我又多留下了他一份。偏偏在这个时候，他真是个混蛋，是吧？幼辰这算是如愿了。区区一个凡人，我早知会这样。不是区区一个凡人，这孩子不一样，他其实很懂司母。他能懂什么？
大约是一些300年来你都未能懂的事吧。做成一副什么都懂的样子，那为何300年了还对白伞行念念不忘？佑辰，先顾好自己吧。即便这凡人走了，孙木就会选你了吗？你就不好奇，白伞行为何新竹灭了300年了还没灰飞烟灭？这种事情说来简单，但答案并不多。他的新竹还在。这可稀奇了。当年我们是亲眼看着司木将他的星烛给熄灭的。那个凡人的新烛也灭了，不也重燃了吗？他能重燃新烛，大概是因为他痴恋司木，而白伞行，你怀疑我？白伞行喜欢你喜欢的要命，人尽皆知。那都是1000年的老黄历了。他进9宫迷域之前，恨不得将我千刀万剐，我还上赶着给他燃星烛，我又没毛病。此事十分蹊跷，恐有后患。你倒是说说看，是对于谁的祸患？这个少年，是这世上对我最特别的、独一无二的凡人。他在战场上坚定、自信又狂妄，有一种自毁式的强悍。他那颗支离破碎、带着无数陈年旧疤的心，却被他自己捡起碎片，粘合整齐，热烈而鲜活地跳动着。可唯有在我面前唤我名字时，他仿佛是线上脖颈、袒露腹部的野兽。那天他浑身浴血，不仅是向我伸出手，还把心脏捧给了我。从此之后，他望着我的目光总是在说：“你可以很轻易地伤害我，我把这样的权利交付给了你。”如今我才反应过来，我居然是在害怕。这还是我这辈子第一次有人来见我。我怕自己捧不住这颗心，怕它从我手中掉落在地，粉身碎骨。我想从这人世的苦难中保护它，让这颗心不要再添辛巴。对于凡人来说，最好的一生，莫过于金榜题名、洞房花烛、儿孙满堂、壮志一筹。而不是和我这幽灵纠缠不清。我要把他这颗心好好的还给他。参见右丞。
这是江爱私藏在虚灵殿的账簿，现在我交给你。江爱那边如何？暂无动静。虽说现在江爱的事务都由你暂代，但他势力犹存，不可轻视。趁着眼下他对我还算信任，不如我抓住机会将他。勿要操之过急。等准备妥当后，我自会彻底将他拉下马，让他永无翻身之日。等到了那个时候，我便让你取代他。你答应我的事，从未食言。接下来你想做什么，我帮你做。却有一麻烦，我得到消息，白伞行还活着。白伞行？他灵力高强，于九宫迷域里也不消不灭，将来定是个祸患。我明白了，我不会让他活下去。禀右丞，那个凡人已经离开了归墟。一定是我睡迷糊了，竟然把门给打开了。要是领主知道了，可要罚我了。幸好没被看见。每天躲在这里看奏状，何时变得这么勤勉了？刚才我把小郎君送走了。我看他心如死灰的样子，思墨，你对他是不是太狠心了点儿？这是那孩子留给你的礼物，他让我转交给你，他说请你多珍重。触碰到达如影的记忆，散影落入心底的声音。假如可以这样，此处有流萤状的亮光，适逢盛夏，当为荧光点点，色泽黄绿，如碧玉透光。古人有云：雨打灯难灭，风吹色更明。若非天上去，定走月边行。深海为遗忘或远离，就算潮习惯了，暗淡了，消散了，却又会怎样？只为唯一的你，靠近你，奔向你，抚平最痛的伤。垂直般的，永恒的，灿烂的。不知为何，墙边有一簇蔷薇状的植物，
3月花季，芳香浓烈扑鼻，花枝生自伤人，花色绯红深浅不一。若朝霞晚宴，可以芭蕉相衬。有道是：深院下帘，人骤起；红墙微架，碧芭蕉。不愧是榜眼，拿才华来做这个，也不嫌浪费。献上百年，记住一个谜，人间爱恨悲欢，气味、颜色、质地，你是要将一个完全不同的归墟赠给我吗？在这寂寥的归墟里，想将几分生机留给我吗？你真的对我没有一点希望？对，小狐狸，何必对我如此用心？孟晚，请升。师兄啊，终于回来了！你怎么在这儿，师兄？看看你，壮实了不少。翔哥，你可真会说笑，不才1个月没见吗？哪有你说的那么夸张？将军，别来无恙。师兄，你清瘦了不少。军中如何？将军放心，一切安好。3日后我们便抵达南都。小姐姐呢？她没跟你一起回来吗？他很好，他回家了，我也要回家了。陈英，我们一起回家吧。副店主，有什么要吩咐的吗？再去找几个南陵，还是都送去左城府上吗？对，你也一起去。是。待会儿跳羽化池的铃，务必跟名单上保持一致。如若再出现名不称实，你们就给我跳下去凑数吧。是。在此等候。是。大胆恶灵，竟敢胡乱吞噬幽灵！
么事故？要我带人去追吗？都已经跳雨化石了，还上哪儿追？你要跳下去吗？今天玉林店主怎么没来？告假了。不应该啊！玉林店主执掌刑法，素来讲究规矩，朝上从不缺席。参见林主。玉林店主遭遇不测。 已灰飞烟灭。啊！如此突然，发生林主什么事了？就算玉林店主平时倔得跟驴一样的，你也不至于把他。时逢宵禁之后，玉林店主令凭空出现在本尊面前。本尊探查令牌的残留灵力来自九宫谜语地界，前往查看之时，已无玉林店主的踪迹，就连虚生的记忆也被人动了手脚。 无从探知当时的情况。许生都被动了手脚，谁这么厉害啊？左丞方才脸眸深思，可有想法？我现在戴罪被罚，手上无人无权，能有何想法？自然听领主调遣。即日起加派人手。 彻查归墟，领主，那我们查谁呢？白伞行。他还没灰飞烟灭吗？方才在王殿上，你对领主说你至今没见过白伞行。怎么了？有什么问题吗？且不说白伞行是如何从九宫谜语里出来的，我了解白伞行。你是他的心结，他心悦你1000年之久，始终对于你的拒绝耿耿于怀，想方设法想得到你。 300年前，你把他骗至九宫谜域，以至于他迷失了数百年。如今他得以逃脱，怎么可能不来找你呀？心悦我，不如说是想征服我。他对全天下好的东西，哪样没有征服欲？大约是醒来过后，又有其他东西想要征服，便把我往后放了放。但是说到骗， 你可是他最忠诚的副店主，如今他得以逃脱，应该先去找你算账吧？我怎么刚才听你跟领主说，你从未见过白伞行呢？我还真没见过白伞行。 那我也没见过白伞行。与其相互怀疑，不如自求多福，又成。同喜，免礼。恭喜恭喜啊！刘大人，段将军，段将军立下如此战功，圣上定会大力封赏。恭喜恭喜啊！恭喜多谢多谢，恭喜方大人，恭喜方大人。
方大人，恭喜恭喜方大人，方大人。许久未见，方侍郎青云直上，已然成为4品户部侍郎，恭喜恭喜啊！客气。段将军力挽狂澜，率先率军越过关河，独闯敌营，取下阿沃尔旗首级，居功至伟。圣上钦点段将军归来述职，必有封赏之意。方某在此就提前恭喜了。圣上驾到！参见圣上，圣上万岁万岁万万岁！众爱卿，平身。谢圣上。这一次，与北崇一战，我们大获全胜。30年来，首次跨过关河，还一举收复了朔州、云州、洛州3州，实乃我大梁之幸事也。天佑大梁，恭贺圣上。今胜利班师，当论功行赏。秦焕达何在？臣秦焕达参见圣上。秦焕达此次立下汗马功劳，赏银5000两，卷5000匹，加封魏国公。其他众将皆由兵部论功行赏。谢圣上恩典。户部筹措钱粮有功，樊爱卿更是亲赴前线送粮，有功之臣皆有封赏。谢圣上恩赐。段须取得阿沃尔旗首级，当居首功，但不遵将令，擅自攻打朔州，置全城将士百姓于险境。功过相抵，免去踏白将军之位，赐朝奉大夫一职。谢圣上。黑白之间掠过涟漪，天地周边光影，冲破黑夜，撕裂光影，挣不脱的宿命，互相联系。黑白之间。